日本帝国海军的舰队偶像是谁？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世界闻名的工程奇迹大和号。但作为极端保密的决战兵器，直到战争结束，许多日本国民仍然不知道大和号的存在。现在流行文化中的大和号是70年代才逐渐走入人们视野的。如果回到20世纪30、40年代，长期担任联合舰队旗舰，活跃在日本各大新闻中的长门和陆奥才是当之无愧的国民舰队偶像。关于长门号的一切需要从日俄战争说起。1905年的对马海战后，在被称为日本马汉的佐藤铁太郎的海军战略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开始以美国海军为假想敌，发展一支现代化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编队。88舰队计划或称88舰队案，计划打造一支以8艘战列舰、8艘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庞大海军，并以舰船质量弥补相对于美国舰队的数量不足。这些战舰将装备着先进且精准的巨炮，将在舰队决战中作为压轴角色登场，给美国舰队迎头痛击。而长门号正是88舰队中的第一级第一艘。众所周知日本帝国海军的战舰名称来自于古日本的国名，长门也不例外。长门国所在的位置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端。幕末时期，长门国境内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结成萨长同盟，形成了倒幕运动的中心力量，在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吉田松阴、乃木希典、伊藤博文等重要政治人物都来自于常州，以长门为名，隐隐透露出着他在联合舰队新时代中的开创性地位，颇有些舰队维新的意味。1917年8月28日，在享有盛名的天才设计师平和让等人的领导下，长门号于武海军工厂开工，仅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建造到服役的全过程。作为 Big Seven 里最先设计建造的战列舰，长门级仍然残留了许多标志性的早期设计元素，例如长门级仍然采用穹甲设计，以及防护性稍稍落后于后来的科罗拉多级和纳尔逊级等。但在火炮上，武海军工厂开发的国产41厘米双联装炮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炮，而且在性能上相当先进。直到大和级上使用的46毫米舰炮的出现，其口径记录才被打破。有趣的是，一些41厘米炮使用的背帽穿甲弹被改装为了航空炸弹，偷袭珍珠港时击沉了现在已是博物馆的亚利桑那号。按照1916年的汇率，长门的建造费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亿美元。虽然相较于后来的俾斯麦便宜不少，但是和同时期的科罗拉多级相比，长门号就贵了太多了。而且相对于一开始提交给国会的1500万预算，最终的成本大大超支，达到了惊人的4300万日元，以至于在建造陆奥号时不得不向民间募捐。大型战列舰昂贵的建造和维护费用影响的不仅是日本，英国和美国，一个要靠巨大的海军维护殖民地，另一个则是出了名的抠门。停止海军军备竞赛势在必行。进入20年代，为了限制各国的海军军备发展，美国干脆提议报废参与国几乎所有正在建造的主力舰。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特别关照，日本不仅被迫终止16艘战舰的88舰队计划，连还没下水的长门级2号舰陆奥号也可能胎死腹中。日本代表为了保住陆奥号，一边与各国海军代表周旋，一边催促国内尽快完工。横须贺海军工厂开足马力24小时赶工，以至于有工人因此吐血身亡。最终陆奥在11月22日提前完工，12月1日就匆匆编入长门的第一战队。尽管陆奥已经列入现役，但他仍然被美国列入了废弃名单中。日本的全权代表海军大臣加藤有三郎当然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条件。在华盛顿海军会议期间，加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各国代表和新闻媒体哭诉：我们建造陆奥号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小学生的捐款，贸然报废会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希望各位英美列强高抬贵手，放过孩子吧。为了避免尴尬，也是因为确实没抓住陆奥号未完工的证据，经过各国海军代表的同意，日本将废弃一艘老式战列舰萨摩号，以换取陆奥号的继续服役。没错，就是萨长同盟里的那个萨摩。这样的新旧更替多少也算是一种奇特的称谓。日本媒体将长门和陆奥同英国的纳尔逊级、美国的科罗拉多级共7艘搭载16英寸主炮的战舰并称为 Big Seven， 意为世界最强的7大战列舰。在日本民间更有长门和陆奥乃日本海军之骄傲的说法。
由于设计和建造时间相对较早，长门和陆奥的设计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小毛病，包括烟囱设计过于靠近剑桥、穹甲防护设计过时、没有引入倾斜装甲等问题。为了节省燃料，长门早期的21座见证本部式锅炉中有5座是油煤混烧的，煤燃烧带来的飞灰和浓烟透过2根烟囱向上飘散。由于前烟囱和剑桥离得太近，排出的烟气会向剑桥方向倒流，导致长门号的剑桥常年笼罩在煤烟缭绕之中。联合舰队旗舰剑桥宛如熏腊肉的烟熏房，而且最要命的是烟气是向上飘的，越高级的军官就熏得越惨。1922年初，见证本部就为长门号的前烟囱装上了挡烟器，但收效甚微。一旦长门号跑起来，军官们的白色海军服就会被立刻染成灰色，比轮机式铲煤的水兵脏得还快。忍无可忍之下，1924年，长门号笔直的前烟囱改装为了向后大幅弯曲的形状。虽然只是无可奈何的妥协做法，但长门号独树一帜的烟囱形状使它在日本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之间收获了不少人气。1920年11月的素毛湾海试中，长门号上的21台舰本锅炉驱动4台8万马力的蒸汽轮机，跑出了 26.5 节的高速，创下了当时的世界战列舰速度纪录。但在对外公布时，日本海军耍了一点小心思，隐瞒了其部分性能，宣称长门仅能达到23节的速度。而让长门号的实力露馅的却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是日本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这次地震几乎彻底摧毁了东京及其周边地区，超过14万居民伤亡，50万座房屋建筑被毁，超过200万人无家可归。曾经繁华的关东地区沦为一片废墟。正在黄海区域演习的长门号和陆奥号收到关东大地震的消息，率领第一战队火速赶往日本九州的内之浦湾，装载大量食品、补给品和医疗用品后，赶往横须贺救灾。在途中，装满救援物资全速驶向东京的长门号被英国轻巡洋舰派遣号发现，长门级的真实性能才第一次被世界所知。但一方面，海军假日期间各国都在钻条约的空子，再加上长门和陆奥是正在前往救灾的途中，挑这个时候出来打口水仗，实在是有碍国际观瞻。因而超速的长门级也没有招来什么非议和责难。驻泊在东京湾参与救灾的长门和陆奥在日本人气倍增，许多家庭里开始张贴长门号的海报，把长门号当作守护神一样对待。格力高株式会社，也就是现在以生产百旗等零食闻名的江崎格力高，还曾经专门为长门等舰制作了一批模型，集齐100个商品印花就可以兑换一个长门模型。对于1937年的日本青少年来说，想必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吧。在风起云涌的30年代，长门号同样见证了另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关键事件。1936年2月25日晚，东京笼罩在一片大雪中，一批年轻的极端主义军官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动天皇亲政，强化天皇的统治地位，打击国内特权阶级，肃清西方思想和国内特权阶级，进行所谓的昭和维新。后来称这次事件为226兵变。作为日本军队下课上的经典例子，位高权重的冈田启介、西园寺公望、铃木贯太郎等温和派人物都在他们肃清的列表之中。尽管许多陆军高层不喜欢这些碍眼的政治家，但却不能接受这些年轻军官组成所谓的皇道派内阁，更不可能将日本的军政大权全权交予天皇。海军对这群新兵蛋子的叛乱更是愤怒，因为这群陆军军官刺杀的目标头一个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叛军的另一个目标铃木贯太郎也是海军的重要人物，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众所周知，日本陆海军之间本身就不对付，陆军的重治还要来刺杀我们的海军大臣，一定要出重拳把这群叛匪统统送上天。作为第一战队旗舰的长门号就在东京边上，以长门为首的40艘军舰开入东京湾，停泊在品川区的台场附近，派遣水兵登陆维持秩序并评判。长门号停留期间，以日本国会议事堂为目标，进行了威慑性的火炮训练。台场与国会议事堂的距离不过7-8公里，对于继承自战舰土佐号射程超过30公里的41厘米连装炮来说，几乎是近在咫尺。最终226兵变失败，而长门号不仅是日本海军的骄傲，也成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一大精神图腾。1941年12月2日，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从长门号上发送了知名的第676号电文，攀登新高峰1208，指示南云机动舰队于12月8日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长门号作为联合舰队旗舰，于12月8日前往接应得胜归来的南云忠一。有趣的是，长门、陆奥等战列舰在出发时，刚好和正在试航的大和号在丰后水道擦肩而过。
由于长门号联合舰队旗舰的特殊地位，加之大舰巨炮的时代已经过去，海上航空力量成为大洋上的主流。即使是改装后的长门号，也难以应付灵活的海军轰炸机和鱼雷机。长门号空有一副强大的装甲和主炮，干的要么是运送士兵和物资这种杂活，要么就是负责指挥水雷战队进行演习。因为时常停留在武港附近的驻岛泊地，因此和其他主力战列舰一同被揶揄为驻岛舰队。1942年开始，大和号接替长门号成为联合舰队旗舰。6月，长门号参与了日本海军成为 MI 作战的中途岛战役。等到长门和大和等舰从300海里外赶到时，南云中一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已经陷入了火海之中。收容了加贺号幸存者的长门返回本土，继续停留在驻岛。自太平洋战争开打以来，海军所有的主要战斗都集中在超视距的航空作战。不论是偷袭美国珍珠港、覆灭英国 Z 舰队，还是中途岛海战，航母都是绝对的舰队核心。驱逐舰可以担任护航和反潜的重任，航空巡洋舰如利根号、筑摩号可以常伴航母左右，提供侦察和预警，充当舰队之眼。但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这样的炮舰大而无当，要用作指挥舰和海军威猛而华丽的门面上课，正面战场上实在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更何况航母们通常都有30节以上的级速，但号称世界最高速战列舰的长门级最大战速仅有不到27节，放在航母编队里只能拖了航母们的后腿。随着中途岛战役的失败，日本的舰队空母6去其4，太平洋上的兵力对比瞬间逆转，日本舰队的活动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在原本的计划中，长门和陆奥应该在日本近海与美国海军展开舰队决战，但现在为了对美保持制海权，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编队也被派出，更积极地投入到了对南太平洋岛屿的争夺中。此时的长门号受命返回本土，基本上在驻岛和武港之间徘徊。陆奥号则加入了近藤信竹的第2舰队，开往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大本营特鲁克，准备参加对瓜达尔卡纳尔作战。觉得终于有机会参加战斗的陆奥号成员还举行了战前庆祝活动。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登上了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击溃了岛上的零星守军。但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些丛林茂密、又湿又热、布满了毒虫鼠蚁的小岛上，他们将进行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最为旷日持久和残忍血腥的拉锯争夺。仅在装有陆战一师的运输船和护航舰队进入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把岛上日本守军赶进密林喂蚊子的第3天，三川舰队在萨沃岛海战中大破美军的护航舰队，以鸟海、青叶2艘重巡重破为代价，击沉美军4艘重巡。但荣耀与陆奥无关，虽然名义上参加了8月下旬的第2次所罗门群岛海战，但陆奥并没有得到与美国舰队正面交锋的机会。原因无他，作为战列舰的陆奥实在是太慢了。一开始，倒霉的陆奥号编队被美国海军萨拉托加号上的2架 SBD-3 发现。据无畏室的驾驶员声称，他们投下的1000千个航弹导致陆奥号燃烧起火。不过经过战后的多方验证，实际上是水上吉姆舰千岁号被这2架 SBD 的近湿弹打到失去动力，被风云号拖回特鲁克。此时南云航母编队的消息传来，下午的战斗中，太平洋的灰色幽灵企业号被南云中一指挥的航母编队击伤堕机，正一瘸一拐地退出战场。意识到机不可失的近藤信竹于当日晚间决定抛下慢吞吞的陆奥号，自己率领高速的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前去追击已经被击伤的企业号航母。不过近藤信竹还是晚了一步，就在他抛下陆奥号的同时，企业号的舵机经过抢修恢复正常，一溜烟跑回了珍珠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日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附近多次与美军舰队交手，在一次次的战斗中被消耗的日本舰队逐渐落入下风，而陆奥号和大和号却一直停留在特鲁克。他们的舰历上是这样写的：9月20日，为拉布尔基地的防空炮手提供教学。10月11日，特鲁特港内发现潜望镜，和大和号一起转移泊位。10月18日，为油罐空了的油轮建阳丸返乡输油。11月9日，为近藤信竹的前进舰队补给大米。一个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另一个是日本海军的荣耀，在特鲁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起了补给舰，实在是令人扼腕。陆奥不但和他远在驻岛泊地的大姐长门一样清闲，而且很快他也要返回武港，度过他作为战舰的最后几个月。1943年1月7日，陆奥启程返回日本横须贺进行整修。此时的柯蒂斯·底梅还在和杜立特一起轰炸德国鬼子，航程超过5000公里的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也没服役。日本本土仍然相对平静的当下，长门和陆奥也就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任务。
1943年6月8日中午，陆奥在驻岛波地突然爆炸，重达360吨的3号炮塔被炸到了几十层楼的高度。具体原因呢，众说纷纭，有说用于对空的30弹自燃导致军火库爆炸的，也有说是因为水兵偷盗船上财物东窗事发，心怀不满而玉石俱焚的，还有说是破坏分子岛的鬼。总之，陆奥号的爆炸原因不仅今天是个谜，当时也是个谜。因为自家经日战舰在波地内自动引爆实在是太过丢人，所有关于陆奥的消息被严格封锁，死亡的成员赔偿金也是以战死的名义发放的。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才知道陆奥是在母港爆炸自沉的。不过，陆奥的好运似乎全部分给了他的姐姐长门。按理说呢，战列舰这种高大威猛的目标应该是敌人攻击的第一选择，尤其是长门号曾担任联合舰队旗舰，特殊的地位使他在日本和美国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如此显眼的长门，却总能在同行的其他战舰都被击沉击伤的时候，自己安然无恙，也算是石宇号、雪峰号之后的另一大日本海军祥瑞战舰了。1944年初特鲁克大空袭时，长门毫发无损。在被日本称为阿号作战的菲律宾海海战期间，长门奉命为飞鹰、隼鹰、龙凤号轻型航母护航，虽然遭到了美军战机的扫射，但长门号安然无恙，也没有人员伤亡。到了秋天，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战斗莱特湾海战爆发，日本海军发动杰伊号作战，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动的战舰前往阻止盟军的攻势。长门号作为栗田舰南第一游击部队的主力，突入莱特湾，在巴拉望水道，栗田舰队遭到潜艇飘卢号和条鱼号的鱼雷攻击，旗舰爱宕号、重巡萨摩号随即沉没，长门安然无恙。西部沿海海战中，长门陪同大和级姐妹大和号、武藏号一同出击，长门仅受轻伤，而武藏号则被美军舰载机围攻，永远沉眠在西部沿海海底。萨马岛海战，包括长门、大和在内的第一游击队撞上了美军第77、4、3特遣分队，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塔菲3。这是大和号唯一一次与美国水面部队交战，只有几艘护航航母和驱逐舰的塔菲3英勇反击，尤其是萨缪尔 ·B· 罗伯茨号更是赢得了像战舰般战斗的护航驱逐舰的美名。此战，鸟海号、灵谷号、筑摩号相继被击沉，而长门依然仅受轻伤，安然无恙。同一天晚上，扶桑山城号魂断苏里高海峡，栗田舰队撤出战场，金刚号和第17驱逐舰陪同长门号返回日本，途中遭到了美国海军海狮号的攻击，普风号为长门挡下了一发鱼雷，当场爆炸沉没。金刚号被2枚鱼雷先后命中。由于金刚号的舰长岛崎利雄过于自信，认为堂堂金刚号不会因为区区2枚鱼雷就沉没，结果是金刚号持续倾斜进水，最终爆燃沉没在台湾海峡。剩余的第17驱逐队陪同安然无恙的长门号返回横须贺。此时已经是1944年底，日本失去了南洋的石油资源，要供应长门这种石油大户实属不易。和许多战列舰和空母一样，此时的长门被寄泊在横须贺充当防空炮台，以应对盟军日益增加的空袭。无法出击或许也是长门号的幸运，使它能大体完好的保存到战争结束。1945年，曾经庞大的联合舰队时不存一，日本海军的燃料供给持续吃紧，不仅失去了在太平洋上和美国舰队战斗的能力，连在近海出击都成了奢望。3月，抵近九州的美国舰队迫使战舰大和号同最后的华之2水战组组成第一游击部队，仿效楠木正成，在举水作战中自杀式袭击庞大的第58特遣舰队。而长门号因为在较北的横须贺港修理，既没有加入第2舰队的最后突击，也避开了摧毁伊势号和大甸号的无港空袭。但同时，横须贺也没有了燃料能支持他驶出东京湾以外执行任何的作战任务了。4月，长门号的新舰长大冢干上任，他所要指挥的是一艘完好无损却无法出航的巨大战舰。大冢和战死在苏里高的西村祥治同属海兵39期，此时已经54岁。虽然他在战争开始之后一直担任商船的舰长，但在1927年，大冢曾任长门号的通信长，对战舰指挥非常熟悉。此刻故地重游，曾经被众星拱月的长门号形单影只，联合舰队旗舰已经光辉不再，只有吹雪级最后的幸存舰潮号和他作伴。而且随着美军舰队的逼近，即使是地处帝国核心东京旁边的横须贺也不再安全。面对美国陆海军日渐密集的空袭，幸存的战舰长门、真名、伊势、日向组成了特别海岸警备舰队，但由于缺乏燃料，所谓的特别舰队不过是海岸边上漂浮的炮台。
到了7月，寄留在横须贺的长门号进入了第38特遣舰队的指挥官蛮纽威廉·哈尔西的视野。哈尔西决定在这个7月全力追剿日本帝国海军最后残存的主力舰。长门号无疑是哈尔西眼中最具价值的目标。作为曾经的联合舰队旗舰，正是在他的舰桥上，山本56指挥了对珍珠港的偷袭。在港口中击沉长门号将登上所有美国媒体的头条。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停泊在横须贺的长门号和曾经困守阿尔滕的提尔皮策号一样，经过了长达半年的层层伪装和防御准备，此时的长门号停留在当年用于隐蔽大和号的干船坞旁，比邻大和船坞的巨大吊机。长门号上大部分保存完好的设备和一些副武装都被转移到岸上，左舷的对空机枪被安放在附近的山顶，最大化对空攻击的效率。长门号的成员还制作了大量的迷彩木筏，安装在长门号面对海面的左舷。黑、棕、灰、白四色迷彩使长门和码头仓库融为一体。涂装后的竹制屏障被挂在舰桥和后尾之间，像帐篷一样最大化模糊了长门的身形。而寄留在长门号身边的驱逐舰潮号也做好了战斗准备。7月18日，距中战28天，在冲绳东部补满燃油的 TF-38 向本州岛北进，兵锋直指东京。铺天盖地的美国战机扑向东京，但为了保存力量，准备所谓1亿总玉碎的绝号作战，日本勒令飞行员不得出击。美军战机几乎没遭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便长驱直入。然而对哈尔西而言，大规模空袭只是接下来行动的序曲，击毁长门号。18日午后，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开始从埃塞克斯号、伦道夫号、约克城号、香格里拉号等舰上起飞。晨间飞掠过横须贺上空的侦察机向长门暴露了美军的意图。长门号上的水兵提前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一支美军60机编队去而复返，从太阳的方向对长门号发起进攻。随着大冢舰长的开火命令，蛰伏已久的长门号和潮号上的防空火力如同狂风骤雨一般向碧空倾泻而出。TF-38 的飞行员们面对的是他们此生仅见的猛烈炮火。美军俯冲轰炸机艰难地维持着编队，冲向了长门号。2枚250克炸弹正中舰桥，摧毁了操作室和裸鲸舰桥，整个舰桥的前半部被炸飞。正在舰桥指挥对空战斗的舰长、副舰长双双殉职，只有少量航海经验的高岛少尉接替指挥作战。在长门号和潮号疯狂的对空炮火下，美军编队仅付出了14架飞机和18名飞行员的代价，却无功而返。7月30日，美国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将核弹部件运往马里亚纳的天宁岛，核爆的终局已经锚定。但此时的联合舰队毫无响应，长门号不能停下，也无法停下。经过紧急整修，长门号再一次做好了战斗准备，即刻准备出港拦截美军登陆舰队。8月1日午夜，横须贺镇守府收到了来自伊豆半岛警戒站的警报，称在大岛附近发现一支敌大型舰队，航线直指与东京一地之隔的小磨湾。送上门的美军舰队正是长门号所等待的天赐良机。尽管燃油短缺、成员不足，舰桥和操作室也破破烂烂，但这并不影响视死如归的长门号。他将践行武士的生存哲学，向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移除伪装物，抽干槽底最后一滴重油，已经准备好特工作战的长门号却什么指示都没有得到。没有出击命令，没有拦截路线，更没有什么敌超大型登陆舰队。大岛的预警只是虚惊一场，长门号只是在和风车搏斗。8月15日正午，忐忑不安的全体长门号成员在后甲板上聆听了终战诏书的电台广播。此时的长门号已经是联合舰队最后的主力战舰，而他最后能做的，只有在东京湾横须贺母港内沉重地迎来盟军舰队的到来。从旅顺口赶来的新任舰长山野修一姗姗来迟，他将是长门号的最后一任舰长，负责主持移交事务。山野出身军事世家，他的父亲山野孙七是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战争英雄。想到江田岛海兵学校展出的沙俄战舰奥米尔号上的救生船，酸楚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取下了长门号舰首的菊花纹章，将其焚毁。象征皇室威严的巨大的16瓣菊花纹章烧了整整1天，只在战舰后甲板上留下些许灰烬。8月29日，美国海军的新式战舰密苏里号和伊阿华号被各式驱逐舰和扫雷舰拥簇着缓缓驶入东京湾，向横须贺港进发。装饰一新的密苏里和伊阿华刚一入港，就发现了衣衫而栖，如同披甲静坐的武士一般占据着最佳伏击位置的长门号。美国人的神经瞬间绷紧，然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长门号的4座8门41厘米主炮没有任何动作，沉默地指向舰首和舰尾，他将在这里见证一切的结束，正如他在驻岛见证一切的开始那样。
长门号无声地目送美国舰队驶入港口，南达科他号随后驶入长门号左舷的泊位。山本56的老对手海军上将尼米兹在南达科他号上升起将旗，只待明日的交接。第二天，在伊阿华号的副舰长科尼厄利斯弗林上校的带领下，美国第18海军水中爆破队执行了俘获长门号的任务。山野修一和长门号上的其他日本水兵们无言地看着第18小队的接舷战表演。敷衍的礼节过后，长门号的旗帜被降下，作为战利品被送往安纳波利斯展览。随着日本的投降，残余的日本军舰被作为战争赔偿转交给各个盟国，长门号则是美国的战利品。1946年，已经破破烂烂的长门号和九云号被一起送往比基尼缓交，参与2战后的首次核试验十字路口行动。此次核试验共计划引爆3枚核弹，以测试原子弹对舰船的毁伤效果。其中代号为 Able 的第一次试验将测试空投核弹，而代号为 Baker 和 Charlie 的2次核试验则将分别在浅水和深水中引爆。由于当时对核武器的认识严重不足，十字路口行动只完成了前2次核试验就被紧急叫停。Able 核试验当天，幸运女神最后一次庇护了长门号。原本曾经在珍珠港的烈火中英勇突围的内华达号将成为核弹吉尔达的瞄准目标。长门号就在它右舷不足100米的位置，完全处于核弹火球的覆盖范围内。然而空投核弹的位置却发生了重大偏离，使长门号远离爆心数百米，整体结构基本没有损坏，摆脱了被当场击沉的命运。在硬扛了2枚核弹5天后的深夜，长门号战列舰，曾经的日本海军骄傲，日本的国民偶像，最强的 Big Seven 联合舰队硕果仅存的战列舰，载着日本帝国海军的骄傲和征服大洋的野心，没能等到破晓的水平线，悄悄地倾覆于太平洋的碧波之下。